不辣不上桌。现在真的是一个 AI 时代，没错，大家什么都要问 AI。对呀。那但是你以为他是神队友吗？但有时候他给你的答案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根本就是猪队友。因为 AI 听起来好像很万能，对不对？是。但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直接因为 AI 就 say goodbye 了，人工智慧变成人工智障。哎呀，怎么会变这样呢？你有被 AI 气死过吗？我自己个人的部分是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相信 AI 啊。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有时候在家无聊，对不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但我现在已经到了那种就是真的无聊到必须要跟 AI 对话。哎呦，更年期，聊天，糟糕，没有朋友啊，更年期了，更年期。打电话给依依在应付纳豆那个烂咖。你干嘛打电话给人妻？好，那就不打嘛，所以我不打嘛，我只好跟那个就 AI 对话，然后我这也不知道聊什么，然后就问他说，你觉得阿 Ken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讲阿 Ken 是一个很优秀的主持人什么等等的，把我以前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历全部都讲出来嘛，因为大数据他就搜查嘛，对不对？这样的他真的有这么棒吗？他就继续讲我的优点，那讲着讲着我就觉得说奇怪了。他一直在讲我好话，然后后来我就换个口气问他，我说：“你把他讲的这么好，不可能吧？他总还是有一点缺点吧？”然后他就回我说：“你说的也没错，他的确是有一些缺点。”又出来了，这是 AI 的口气。对，顺着你的语气讲他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会照着你的问题、你的路数来判定说你想要我讲些什么。我懂你意思。到最后其实是我被他骗了，真的。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想靠 AI 省时间。是，我把它当高阶的 Google 在用了。你把它当这个来用，就比较好。可是有些人就是没省到时间，还搞出了超级大危机。我们今天就欢迎到一群被科技玩弄的可怜虫。对 ，AI 受灾户有谁呢？让我们欢迎强强，欢迎陈真，还有咪咪，欢迎。接下来是海产以及潘老师。奇怪了，这些人看起来都聪明人呢。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大家有一大堆的故事都是被 AI 害的，被 AI 害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是老人的关系？对，AI 是年轻人的偷袭。没有啊，海产也是一样啊。海产年轻人，故事虽假，但是他还是年轻啊。你到底几岁啊？海产你几岁？我35啊。我们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AI 攻略全是雷，秘境根本。废墟杂草堆，哎呦，真的，真的假的？这是导航吧？是不是？我要讲是因为我们家很常爱旅游嘛，然后呢，其实我们家每次旅游都是坐直航的飞机，有钱没有不是有钱啦，就是比较方便嘛。我那一年过年期间，我们要去越南玩，要去富国岛去越南玩，然后呢，我们去越南的时候就很奇怪，一般机票一张大概12000上下就有了，可是可能我在猜可能是过年，他突然从12000就过一天他就变39000，那39000我们就觉得好多，对，怎么会变那么贵？而且经济舱而已，怎么从1万多变39000？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然后我老公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上网去看哦，如果转机的话，在香港转机，如果你在香港转机的话，就可以直接还是12000，就从39000又变回12000，而且还可以更早到富国岛，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棒？还可以多玩2小时，然后又更早到，然后又省钱。然后我就说好，可是那时候我心里就慌慌的，因为我很久没有转机了，我就一直印象转机就是到转机柜台，穷人的事情，不是。对，你要讲什么？到底是有多穷？不是，就是我比较久没有转，大家很多转机经验应该还好吧？就是我比较久没有转机，我就想说，转机是不是就应该到转机柜台？其实这是直觉就是这样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了 GPT，我就问了 GPT 说，请问我到香港转机是否要经过转机柜台？我只是想希望他跟我说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嘛，因为我时间很短。结果你知道 GPT 跟我说什么 ？GPT 跟我说，如果你要转机哦，大家不要学哦，他就这样回我。GPT 说，如果你要转机，千万不要去转机柜台。我想说，我是不是看错了？你看他这边，这是你跟 AI 的对话。他说。千万不要去转机柜台。他说，如果你去转机柜台的话，你会浪费时间。他叫我要先出境，我要入境香港，我要出境哦，再入境，然后我就再问他一次说，我不是要去香港哦，我是要去转机的，难道不用去转机柜台吗？我就再问一次。对，照理说他不是会顺着我们的意思说，哦，对，你要去转机柜台，他就再回我一次。你看他写说，如果我去转
机柜台，我会白白浪费20到30分钟，你会来不及上飞机。他会这样跟我讲，哎，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他说我会来不及，他说你会走冤枉路，他还给我个口诀，你看到这边有个1到6口诀。他到底是收到了谁的邮寄？这么多，不知道，他想害我。他给我的口诀是，请你一定要先入境香港，我要先入境香港，然后呢，入境完之后呢，是不是全部都要重来一次？天哪，入境香港吗？行李啊什么都要重来一次。然后呢，我再去柜台，再去拿我的 boarding pass， 然后我再出境。他要我入境再出境，他也给我1、2、3、4、5、6的口诀。我比较少转机，我想说会不会现在转机的过程已经要变这样了？哦，于是我就比较少转机，我就给了我老公，我们就照他这样走，结果我们就没有上到飞机了。天哪！我跟你讲，这边多了4张 boarding pass 是完全没有结的，我的座位都还在上面，我们没有上到飞机，因为来不及。我等到我到的时候，你知道吗？柜台跟我说：“小姐，你是转机耶？”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去转机柜台？我其实要去转机柜台，我出境又再入境，所以我就来不及。然后我本来不是为了省那个钱吗？结果后来我更贵，我就只好在香港柜台直接再买4张飞越南。我告诉你，更贵，我机票变更贵。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那个如果背包客或是自己商务客，是不是很喜欢问那个 GPT 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比如说，哎，京都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叫他讲；哪里有什么好玩，叫他规划行程。我跟你有一个字，你们不要乱问哦，这是 keyword 哦。不要乱问哦，就是你不要讲秘境，你不能讲秘境。我发现，因为我那时候去鹿儿岛，那鹿儿岛因为很少人去过，我朋友没有几个去过鹿儿岛，我就不知道鹿儿岛可以什么好玩，我就问了他，因为秘境是我们的口头禅嘛，我就说，哎，请问鹿儿岛有什么秘境好玩？我后来发现他们的 AI 大脑是秘境就是等于没有人去的地方叫秘境，无聊，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没人知道的地方，没人去的，定义不同，就是资讯最少的地方叫秘境。介绍我一个叫恐龙公园，然后呢，他还跟我解释哦，为什么这个恐龙公园叫秘境。他讲说呢，这地方人比较少，然后旅游品质高，然后会有恐龙，而且他说免门票，可以方便入园，然后在里面可以拍照，反正他讲很多优点。免门票这听起来就可怕，对，门票就怪怪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鹿儿岛的最南端，其实开车到恐龙公园呢还要1个多小时。我老公就跟我说：“你确定那个好玩吗？1个多小时去那边都山路哎，他觉得好像不是很划得来。”我说 GPT 说是秘境，你一定要去啊！好，我们就去了。一到门口，我就觉得怪怪的，他连售票口都没有，他就一只恐龙，然后那只恐龙哦，你们仔细看，它破牙又破眼，眼睛不见了，牙齿是烂的，烂牙加破眼，有烂牙的恐龙，所以就没有人去啊。难怪不用门票，然后烂牙加破眼就算，我们走进去我没拍到，为什么？因为我走进去哦，它的芒草都堆到这，对那个草所以很难行，然后全部都是蜻蜓，你知道你嘴巴一张开会吃到蜻蜓的那种，满满的蜻蜓，感觉就是那种完全没有人去，没有人啊，也没有人整理，对，然后我根本寸步难行，然后我们大概走个3步就赶快上车，因为只要一讲话，妈妈，然后可能就飞入2只蜻蜓那种，然后那个芒草弄到你整个该逼超痒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大概50年内没有人去过，只有我们家，超可怕，这是秘境而且你还可以这样拍照，你还拍就拍那张照片而已，好可怕，所以我觉得你不能问 AI 秘境2个字，你就直接问他说哪里好玩，哪里是热门景点，是对，要讲热门景点，一定要啊，这个就是如果只问 AI。然后没有去用网络去查的话，就有这种状况发生。就你指定要信就完了。对，我后来就问易游网的那个线控，我说，哎，到底转机怎么弄？他转机就是去转机柜台，要不然你怎么弄？我说，哦，我出了境再入了境。他说你干嘛？就是 GPT 这样教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年也是去那个巴厘岛嘛，然后想说，因为之前过往旅游都是我老公在规划的，然后想说，那我这次也不要就是让他 loading 太重，然后想要住饭店，每次去住饭店都在玩饭店设施，不然我们去到巴厘岛应该还要带小孩去其他的地方玩，然后就也是问了 GPT 说，请问有没有当地人才知道秘境海滩？然后我跟我老公，哎，这很厉害，这是什么粉红沙滩什么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此生必去的。带着小孩包车最方便，反正他说距离饭店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就给司机看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反正沙滩名字我也忘记是什么，然后他就一脸疑惑说 ，Are you sure？ 我说 Yes，AI recommend， 就是我还很有自信说这个就是 AI 推，对啊。
推荐我的，就你们当地很有名。那司机还就觉得好像没有，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也觉得没有，我就是很坚持要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每次都去过，大家网络上刷出来，小红书什么 YouTube 什么全部都推荐的，大家去过，我们一定要这次去不一样，当地人才知道的，就开车就走，但是1个小时就已经到，我想说怎么都还没到呢，照了那个路边的那个招牌标示，然后就问 AI 说，还要多久？他说在25分钟，然后我就相信，然后司机就觉得，你们现在就在这边停，然后他说我只能停在这边，你要自己走，自己走下去进去，然后我就说秘境，他说好，这就是秘境啊，然后我就带着小孩就全部，因为我们就夏天想说去海边玩水，就穿少少的比基尼，等下就脱了嘛，老公还期待要拍照啊之类的，然后就我跟你讲也是很可怕，就是杂草那个越来越高，然后我女儿一直说妈妈真的很刮很痛，然后就整个就刮到，她说妈我不想再走了，然后说不行，我坚持一定要说再10分钟的路程，我说我就还在继续问她说，请问是这条路小路一直在走，直走到底就到了？她说没错，我可以跟你精准的预答，以你走路的状况，大概3分钟就会到了。好，我想好3分钟，那我们就再走一下。我这样3分钟一到，我镜头整个草拨开，你知道是什么？很可怕，是沙滩没错，可是那个旁边都是那种荒芜的，有一间那种茅草屋，你去的是黑色的那种茅草屋，对，那是要火化用的。不是，有一点很像他们做法过的那种地方，我觉得超可怕，因为那个海是没错，但是也没有粉红沙滩，然后旁边都是那种碎石头，然后一些什么废弃的一些垃圾。有其他人吗？有其他人吗？没有，因为我们当下就只有我们一台车嘛，然后赶快打电话给司机说我们现在回去。对。但是晚上到了，我女儿整个2天哦，一直那个刷掉啊，卡到了，这个卡到了，就是那种哭啊，或者是干嘛。然后我这样回台湾，直接带她去那个收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再也不要相信那什么秘境，或是没有对啊，你在那想说什么当地人？这个司机就是当地人。对呀，我这个讲是当地人才知道的呢，司机就是当地人呢，他就不想要去了。基本上我们这个年纪很难相信这些东西。我到现在啊，连刷卡都不愿意刷了，我就是给现金了。也没有 Apple， 一样常常会拿一堆现金放在身上。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件事，因为第一个不会用。我们这一次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前一阵子大家也看我跟那个瓜克录的那个下面一位那一集爆掉，整个爆掉，因为3个老人哦，我们平常出去都是有助理，可能会帮我们选这个票弄好，那个票弄好。对，我们不过去个夜猫而已啊，去个夜猫去买那个票。你是说猫空？夜猫在哪里？那就是因为3个人都不会买票。你要坐那个缆车，要坐到上面去，所以你不知道地方。那他们是这样，他们是有给一个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给你个路线，你去找到那个地方，然后你要去那边去吃一家餐厅或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因为你要自己去买那个票，所以3个人光搞那个门票就搞了快半个钟头。天哪，上不去，因为不晓得怎么买。那简哥呢？简哥你知道，简哥他那个手机有点像 Nokia， 你知道？那个年代还有滑盖式的。他说：“哎呦妈，我跟你讲，我会 Google， 他就问说，这个哪里有什么好餐厅？然后那 Google 可能是因为讯号太慢，再加上那个手机又烂，然后就光讯号弄半天弄不出来。我说，哎呀，你这个讯号不要看，现在人拿起来就直接 AI 了。请问一下那个 AI 我就问一下，那个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夜猫上面有最好吃的这个餐厅在哪里？是不是你一路都问错的关系？对，夜猫，然后他就说都讲夜猫。对，然后他说，那个我跟你讲，夜猫族基本上他们到哪去吃，他可以说复兴南路去吃稀饭。我现在想说，我现在是在木栅，你叫我去复兴南路吃稀饭，我说夜猫都没有好吃的东西，他说夜猫其实什么都吃，他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吃，对，他都什么都吃。夜猫什么越想越不对，这一集真的很好笑，原因是我们都不懂，然后就听到那个简哥在旁边讲什么夜猫猫坑就那个猫坑，他听到了，他还说嘿嘿，他说嘿嘿。你的朋友说是猫坑，不是夜猫那不是我的错。他还这样跟你回话，会这样回，会这样回。秘境餐厅在哪里他就找了一个，很好吃的秘境餐厅在什么？好，我跟你，他说你们也是，就3个老人往上走，你再往上走15公尺，一去真的是一个秘境。有一些餐厅是一个老爷子，一个老头子自己种的菜还是怎么样，就一桌。秘境没有半个人，就真的没半个人。那个老人就有个坐在那边，哎呦。尼莫狼来啊！尼莫狼来
来了，这才是秘境吓到了好像有这个人，怎么来这里？真的是秘境，不可以随便就是讲乏人问津啊，对。你没看到人啊？对，然后瓜哥你来啊说：“你确定要在这里吃吗？你确定他是这样？因为这个 AI 的事情就搞得哇塞，那个太可怕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假如真的要看的话，要看瓜哥跟阿 Ken 去的那一集，更好看我带他去好多好玩的地方，因为我是真的知道那些哪里好玩呐，对不对不问 AI，问你就好了。对，是是。问人呐。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 AI 换脸诈财，哎呦，盗身份卖壮阳药，哎呦，缺陷最多。谁买壮阳药啊？看得懂是强强。你买吗？你是谁卖买壮阳药？我是买的，没有，你要买给男人赶快介绍我们嘛。我跟你说哟，这个啊，很多就像老师这样子的人啊，他就是外强中干信了就是信了，很多这种真的都是这样年纪的，然后还甚至是各种不同的男人，就是在那一阵子 AI 用我的脸啊去换脸，然后呢就开始卖壮阳药、海豹油，你知道吗？有多少男人塞爆我的私讯？哇，真的。然后你知道吗？他就是他把我的脸啊，就弄得很像哦，就是他是真的就是你平常啊，可能短影音或者是你节目的内容，他把他的下半这边嘴巴变掉。就变一个嘴唇，然后开始讲他的那个讲他的，现在很多讲他当拟人，但是没有注意看的人就会发现完全是真的，以为是真的。哦，他那个就是让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一定有在卖，因为他讲的非常真。他就说像我啊，我说哎呀，所有男人都不行啦，就是只有俄罗斯男人，一次就我3天，一天当3天用，对，然后呢，我被3天好爽啊，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然后还放那种脚这样在抖哦，这样抖的那。哎，我有看到这个。小鹿刚出生的时候，还站不稳的时候，好像小鹿的，对。然后说啊，我真的是台湾男人都满足不了我，现在只有这个壮阳，这个海豹油壮阳药，它可以吃了之后才能满足我，像俄罗斯男人一样的勇猛这样子。然后呢，一直抖，有点想买。他说我每天都在高潮，然后有超多男人买了之后呢。发现说，哎，根本不会来，然后是诈骗的，还有架设自己的网站啊，他下面他不止拿我脸了，他下面还有博士在那边验证哦，你要博士是假的哦，真的还有博士这样子，博士也是假的，你们都很有公信力，都是假的，因为它是 AI 的影片，所以你知道它多快吗？它就是一天呢可以产3支片，然后就一直狂上狂PO，一直狂PO，哎，我就是被骚扰到爆炸，每个人都说在赚壮阳药。其实 AI 的影片，我觉得是看得出来的耶。有些人没有乍看之下看不出来，有些人他可能也没那么仔细看，对，他就觉得是真的，就觉得是真的，就说是真的是，还问我是卖壮阳药，他也想买，知道吗？他这个一下俄罗斯哦，一下这个又跳别的男人，一下这个又在床上摸其他男人，他们很用心哦。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请助理去找他的网站啊，就是有看到他，哎，是一间他有写一个地址。然后就是他好像是这个出货的地址，然后我就去找他，我就找他之后呢，发现那个门按都没有人来应门，所以在他门口就是贴，叫他不要再用我的那个我的肖像来卖壮阳药，因为我得自己解决啊。我是查很久，还查到他下面的那个地址才去找他的，不然跟他讲叫他不要再使用。所以我这个有一个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就是他真的去找的，我想看。他有真的很像的 AI 哦，你看这个。抖音上面竟然有一个冒充我的广告，然后你看，这是一个壮阳药，你看左边那个是壮阳药，那是假的，对不对？是假的。对，他说我是公车，哎，公车怎么啦？我的声音去弄，都是我的声音去弄。你看左边那个是，乍看之下真的蛮像的，乍看有像，真的蛮像的。是，而且他还说你们怕买到假货的话，要认准这个链接。自己就是假，左边那个，你看人家是超像，哇，蛮像的，俄罗斯肌肉，很像，真的很像，这很像。吵11分钟都没休息，他把学员给我破，他说我是停他还这样讲你，对啊，侮辱我的真，然后他还有那个是每天都在新增，真钞放哪去啊？哎，他还把我们平常的商品，他还自己去找那个补对，我有看到，好可怕，蛮用心的。他就要认准这个题材，已经认准这个连接，这会不会信啊？这会买，有可能会信啊。骗我常常粉丝，我一定会答应。我第一个先找你，破坏我的贞操，我贞节牌坊立哪里？哎呦！海豹油，下。真的找到他哦，真的去啊，冲去啊！没有人应门，但没有应门，因为他下面只是他的一个地址，假地址而已，对，租个。对。还可以告他吗？一定没有人啊。
对，没有完全没人。你好敢哦，自己叮咚诈骗真的很对你很糟蒋强真的很猛哎。对啊，我操，他都没有人，然后你要不要自己开门进去啊？你用我的名义用海报邮，我已经知道了。你说我对男人3天没有休息，你再去发，我会堵在这里，出来面对我。你不准再用我的肖像用海报邮我，我跟你讲，这王八蛋！我是厂商林佳妮，我来了，海报邮，我是你。然后就用胸贴，因为我没有胶带，我用胸贴把它贴在门上。你用胸贴因为真把它的没胶贴在带。门口。贴让他全部用。好笑哦！你们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我们查出来就在这里面，因为登记的地址就在这里，他也不敢开门。他看起来像民宅耶，这对啊，有人住吗？会不会被冒用？民宅，对，盗用，我天涯海角都找到你。好帅哦！瞎登记，超帅。哎呦，没有，就是这种，哇你知道吗？其实做这影片的目的也是说，代表说我们是有在解决这件事情的，因为有很多就是如果你他们会可以连同警察更好一直讯息来，然后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哎，大家都相信，大家都会去找你嘛。大家找你的话，就说，哎，你没有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说这个事情就是假的，这个就是假的，你们不要再相信了，因为他们被诈骗的钱是很多的，是的同一件而且是事情一个一个来耶。对啊，哎，我其实觉得大家可以用一种方法分辨是不是强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左边的影片，它看起来太一本正经。那真正的你其实比较疯狂，你才不会那样讲话嘞也对对不对？那个太一本正经，那个就是假的。他的声线都是一样的这样子，声线是一样，声线如果他的那个声音的感觉，那就是 AI，只是他比较没有情绪。而且到目前为止，应该 AI 影片，如果说它真的要盗用你的那些肖像的话，它通常一个画面它不会持续太久，对不对？他就是每个一幕画面都30秒再换对就要换下一个了就开始换被男人。然后他也在换下一幕，然后就换变男人的胸肌的停车库嘛一直换停车库，停车库对我这就是停车库，停车库蛮好笑的这重点大，很多人相信他告诉他超多人相信的。哦只要是壮阳药这种东西，男人都会相信，都会相信。对。好了，下一条。对啊，对啊，你不是对，就是要问你啊，就是要问你啊，翻译错高潮，让你什么意思？翻译错高潮高潮让我丢脸到海外。这个是这样翻译出高潮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 AI 的翻译机，我们其实即时翻译我跑遍大江南北，基本上有很多来上课的，有一群是外国人。我记得当时在嘉义做了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活动，可是这个外国人当中，你势必他还是要这个跟他们有点沟通。其实我通常大概都是这样 ，I have a body language, you just follow me。哎呦，对啊 ，OK， follow your body You can do it。 If you want to dance, you with me. If my dance， 我可以陪着你一起跳舞，我会这样讲。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要跟他们去讲话的同时，我就发现那个老板他放了一台那个翻译机在那边。哦，那就前面我通常上课之前，我都一定会先讲话，就先问好一下。那他毕竟还是有台湾人在，我就问的时候，我就看他放一台机器在那边听。我心想到，我问旁边说那是什么？他说哦，那是一个翻译机。我那时候只是开一个玩笑。我就不相信你可以翻译成什么样子。哦，就老板天天手就脸就有点绿，他真的是就把那一句话给翻进去了。啊！我跟他说这是开玩笑，就跟他有点口头禅，对，好，那在这带课同时，我就带大家玩嘛。我说就大家跟着我就好。可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跳到嗨的时候，你会说哦，你要来了。高潮要来了，高潮我就要到了，对，高潮要到了。Orgasm，come on，orgasm，对 ，orgasm，come in，这样 come in， 奇怪，那些女生就尴尬，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跳着脚还是开这样，然后夹，让夹，这样，高潮来了 ，You ready？Orgasm，come on，orgasm，对，我还跳到，我还是come on，say my name， 我还是叫我的名。对，我们在班上上课，大家就这样。对啊，来，高潮来了，准备好了吗？就尖叫声，就这样，就会这样做。叫。对，然后可是我就是高潮要来，可是他那个翻译出来的声音是 Orgasm come in，Orgasm come in， 对，就是 Orgasm coming。对，而且你刚好那个动作又是这样，又夹，我就跟他说哈，这样，他们真的会害羞哎，也真的害羞，我这样不行对，可是他不知道，但我只是跟他说，我无心了，我只是想刚好带到大家就全部的学员应该都是抱怨连连，对不对？都说其实根本没来啊。对，假高潮，还假高潮，你假高潮啊！下次
是你要讲重点来了，对，对重点。不是高潮来了。对对，可是我们的高潮，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那个重点的意思。对对对精彩的来了。对，精彩来了。哦，对啊，而且你跟他们翻译，就是说，其实你要用我们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这个英文，可是就变成是就会有点难。对啊我们要了解说不能这样直翻嘛跟他们相处，然后怎么样可以玩得开心，至少你讲一些他们能够懂的。很多的英文是跟这个台湾的这些中文是有相关性，差不多。所有的钱都到我家里来。这句英文要怎么说 All the money coming All money to my coming house.？All money be my home。对不对 All money be my home。All money be my home 啊 ，All money be my home。All money be my home。去搜这些网络上面的对啊，对不对？英文笑话，这就是 AI， 这个就是非常好用的嘛，开玩笑，对不对？所以这个英文的部分也要注意，要注意要到。我觉得还是要有点时间呢，用大概好几年的时间，他才能够翻到就是真的更人性、更精准啊贴近，数据要再多一点，差异翻进去。对，文化差异完全不一样，解决掉。好，我们接下来要看是戒色指令变调情 ，AI 懂完。要我命啊！我跟你讲，就是我啦。我因为 AI 戒色，我跟你讲，就是因为 AI 啊，我陷入桃色风波，你知道吗？你有桃色，我有桃色风波，因为其实我很多像一些前辈朋友，像白云哥啊、阿咪老师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 A 片群组，他们很一直分享 A 片的。我跟他讲，不要一直分享，因为有时候你们已经成年人，你们不要一直看了。可是他们分享其实是很好的片子。可是我跟他说，白云哥你有年纪了，我们不要再给我看这个，大家我们出去走走，我们不要沉迷在这个。说我在外面工作，我们也不方便切起来看，那个有声音播出来很难看，大家会怎么看我们？哦，好，我跟你讲，他就改传什么？他改成人小说给我。好，那真想因为文字的随时可以看。那个白云哥还真厉害，那个小说之好看，你看会看到会入迷，会痒，你知道吗？那个文字会触动我们肌肤的每一寸神经，因为我们是本来就有想象力的人，就是肌肤的每一寸那个毛细孔，因为文字其实更有想象力，超越那个影片了。反而我日也看夜也看，我已经日夜颠倒了，我就是整个着迷于在成人小说。被白云哥害的，然后看到的时候，因为那个要连载，那个要等，你已经等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怎么办？找不到网络，找不到，你已经就是好，干脆把这整篇丢，我叫他再帮我写，叫他帮我写，接着连载。我跟你讲，这也是一个方法，很有趣，入迷嘞。然后给他文字这个方向，因为你给他大数据很多，因为那个文章小说一定是很大一篇的。对，他叫他编，他读完之后，他就照着再继续编，他编的比原作还好，更有味道，更哇，就是更让你有反应，更变态，就是更变态了，你就很喜欢。可是我想到不行了，因为那一阵子我已经看到说，我跟白云哥两个人已经没办法正常的工作，就是黑眼圈也重啊，白天就是你看到就是会痒，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直看，不行，最后想说好，不然还是因为 AI 还是有辅助，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好像已经有点成瘾了。那怎么办？问 AI 怎么办 ？AI 推荐我说 AI 它也可以戒色，它有一个去外面找鹅，没有，它有找鸭子啊，电子木鱼 AI 木鱼，就是听那个声音可以让你压抑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有这种东西？有，他会放那个电咚咚咚咚咚，他度化你心里的那个蝇虫，你知道吗？真的可以这样子，因为你已经被入侵了。对，它一直咚，它像节拍器一样。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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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这样断得了吗？我跟你讲，动完也没有用。我跟你讲，有时候还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强劲一点的那个电子木鱼？好像压抑不了我跟我大哥的色欲心心。好，他就推荐另外一个付费，他说那付费的你可以接受吗？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叫做 Quiet 的付费去戒色，我真的有用，这个软体有用。这什么？你这个根本就还没下载。不是，我已经下载，这是我的数据。你下载完之后，你要平常你这些生活习惯，跟你多喜欢依赖这些女色的东西，你要去评分。像右边是基础的40分，是一般男生的；40分是好色程度。我评估出来是64分的好色程度了。我跟你讲，我也给白云哥评分，他是已经是 PR 95的，他就是95积分，他是好色金字塔顶端的人了，你知道吗？就是打个喷嚏，是虫都会在地上，就是虫在面。然后他那个分析你要什么作用，像我是想要专注力，可以户外走出去，然后不要再依赖这种东西了。好，他就其实他是一个很像社群这样。他说你只要想要戒色的就开起来，有一些小游戏啊，什么声音呢？对，你可以没有不是就是小游戏可以去玩，让你去分心，因为它有一个社群比赛。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社群我很多，Ken哥你要去玩玩看，搞不好你也是跟白云哥是在个金字塔顶端。没有，我每次听你讲这样子的故事，我就觉得你真的不适合当艺人。对啊，你怎么就是个好色的人？对啊，很弱。好，我去关一关比较快吧。我跟你讲，真的很容易找你啊。我想说，我是想要带白云哥一起出来，脱离我们这个情色海，自己都搞不定。好，我跟你讲，白云哥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教他会鼓励他，这今天是戒色的第3天，戒色的第7天，白云哥每天开起来永远都是戒色的第1天，你知道吗？他每天
天都借失败，没有办法。我想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我们可能是戒断成瘾，我们不能，我们太想要离开他了，我们就反而被他吸引住了。我就把这个因为还是要叫 AI 继续帮我写下一篇。我说，你可以帮我写不那么色。文言文一点，言情小说，让它像国文课本，让我减低剂量。好，那 AI 读，他说我理解了，你要隐晦的淫荡是吧？他以为我是要隐晦的淫荡，对，然后他又写了一篇，原本是说我扑倒就直接把你像强那种，我直接扑倒大战你3回之后，他的文字变成我轻轻褪去你一缕丝绸，舌尖。慢慢的划过你的胸口，对，他就写的那种很文言文，我看，哇，完了，他激发我的左右脑了。这个写下去之后，哇，更嗨，你知道吗？更色了，你知道吗？他原本写的直接来的话，你还没有想象力。对，他写的好像你整个进入那个世界里面，你好有画面哦。写到我跟你讲，我真要传给你看，你搞不好也会，你搞不好对你拍片啊，导演有些想法。因为一般他们就可能写入骨，写什么这样。然后没有，他现在会用写如手，他会用如手，会哦。你看到如手2个字，你会很好奇，你知道哇，什么是如手啊？好像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品味，很高级了。我跟你讲，因为 AI 这样子，我想啊，算了，我整个聊下去了，没办法。刚刚一直在聊的时候，一直想要拿出来看，你知道吗？他又删条好了，不然你就离开演艺圈啦。AI 戒色这个我有试过，我试着帮我老公戒色，就是你知道。因为男生就这样，因为我们家强尼哥也是跟潘老师一样，身体很好，然后常常都会在不对的时候想要过来跟你知道，想要一下这样子。然后每次他上次推出那个大野狼的表情，嘿嘿，我就想说没有啦，我那个来了我不行啊。他说你那我那个来，我帮你算过了，你不是1个礼拜前才走？我说没有，我来了，真的啦。然后我想说好像对他想检查嘛，然后我就想说跟 AI 说，叫他帮我做一个，你知道女生会有那个月经日历，就什么时候来的那个，然后安全期的月经日历。我就小声的跟 GPT 讲说，请你帮我做一个经期的周期，然后去证明我现在就是刚好是那个来这样子，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讲完之后，因为他不是会跑嘛，那 GPT 会这样跑，我想说还有一阵子嘛，我就想说去旁边拿个东西，就我一走出去之后我就忘记了，因为我刚刚是跟他讲话，所以他会用讲话的模式跟我说话。结果呢，我在拿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好了，他就说很抱歉，我无法为您伪造假的医学数据，他就讲这一段，然后我老公就在旁边呢，他就听到，他这样看我说，现在怎样？你现在叫 GPT 帮你做假的，是不是？我觉得超尴尬的。你用 GPT， 对，我想用 GPT。他一直在闪，他常在闪，就一直在闪。而且我觉得前2天在录影的时候，他也是她老公闪他的什么？一直在闪。老师，你不能再这样啊！自己老婆顾好就好了。我闪强你的，不闪你的。我老婆至少不会闪，她会闪啊，这样就很解啊，真的很解。我不是药已经满到这边，你不给他弄。不给他放一下，对不对？你是老婆，你要尽一些责任。我们每天都会那么辛苦，我们责任是不是太多了？都说好1周1次就好了，我们责任太重了吧？奇怪，不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哀哀叫，那给你们也要哀哀叫。我1周1次，我那一次如果那个礼拜他忘记，我都觉得我赚到。所以你所以才1周1次，大概太少。你看强1周要几次？因为老公如果你不给他要的话，他真的会生气。他会生气，他看你怎么样的那种，你不管做好做坏，他都会觉得嫌弃你。对，就是那种你比如说你只是开个门，他就说干嘛那么大声？可明明就根本没有大声啊！咖啡很烫，你知不知道？对啊，不是你们这个不懂男生的生理状况，男生的生理状况是2、3天没有放一次，他的情绪会那个情绪会紧绷，会弹炸，你知道吗？真的会生气。你要自己来，那结婚就没有意义了。不会啊，就是你可以2、3次自己，然后1次找我啊。结婚的意义是为了这样，你太肤浅了吧？就为了性嘛，也不是爱嘛，你好肤浅。性就没办法，性是前面生活的70%，太高了吧？很高了吧？不能是太高。哎，你们，我跟你说，你知道有一天他真的没办法满足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哭吧。未来的日子，很多人可能宁愿跟 AI 在一起，跟 AI 结婚哦，对，或者跟机器人结婚，对，又不能满足那个部分。对啊 ，AI 不行，没有就等，现在搞不好可以了，等啊，现在搞不好 AI 的按摩器有啊，已经有了，然后就可以又可以配你那个小说变成前戏，对，他就在那边讲，然后自己 AI 时间到了开始用那个按摩器帮你用不同层级的先奶开始，再到身体，因为女生很要求这个最前戏先用讲。你现在看到是正版的哦，这不是假的，想到了，对，我也想到了，拿出来，记录了啦。他又拿你这一段来那个，你可以去研发，
把手又拿去了，这样子去买那个情趣用品啊。好了，我们下一个下一个啦。还在聊。AI 泄密补刀，骂老公被抓包。哇，这是谁？没有这个，我觉得 AI 可以帮我很多，但是也是可以让我就是变瞬间整个黑掉。因为像我老公不是很爱跟我吵架嘛，他就很爱生气易怒的一个人。差不多前几天就类似是这样嘛，然后我就可能就会跟他说，哦，那个。光头保罗又来了什么，然后叭叭叭，然后他就说，他就会跟我就是一来一往，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说他又对你做了什么事啊什么，然后就跟像闺蜜一样，对，跟闺蜜一样，我就觉得哇塞，太棒！我只要有会跟他聊，对我只要有就是跟老公不开心的事情，因为跟 AI 讲，他就一直跟我聊天，我就觉得聊得很开心，所以当我现在只要说他又来了，他就知道说，请问他说光头保罗又对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们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方便可以讲出那个一些案例，我来帮你分析，你看你们怎么做？然后我就觉得他讲的非常有理，道理，所以我就觉得很棒很棒。然后但是因为前几天就是想要生气，就不敢跟他讲话嘛，然后他就说，你手机拿来，因为我们家我的手机是完全就是没有锁码的，所以他其实就直接拿了就知道，就看了我东西，我也不知道，可能他觉得他自己理亏，因为他觉得很大声对我说话，然后他就拿了我的 ChatGPT 开始问说，我知道刚刚跟他吵架是我不对，我太大声了，我该怎么做？他开了这个，然后 AI 就直接说，白目光头男又对你做了什么事情了？然后他整个我整个不要看，因为完全他不知道我有开一个这个东西可以跟他就是发泄情绪，然后我老公就更火，他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事情跟 AI 讲呢？然后那种冰冷机器有什么用吗？你现在讲很有用啊，对，开始就超有情绪价值的好不好？对，我就说他不能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啊，你完全白目光头男又发神经了，对，他就直接直接帮我 repeat 这个被他看到。好，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光头男的问题。哇，这个被 Paul 哥看到，我很好奇，对啊，他只针对你的老公叫做光头男，因为我老他会不会知道他就是 Paul？ 不知道，因为他直接因为他说光头男嘛，白目光头男嘛，然后我老公就是因为点开了，他就打一个问号，他就反问他说谁是白目光头男？他直接说这不就是你老公吗？哈哈哈！难道你是在考验我们的默契吗？对，所以我老公就会更厉害哦，他已经可以这样子跟你应答，太有人性化了。其实你问 AI 很多的问题，他都会以你自身的角度去帮你想，因为他知道你是谁，你不要觉得他不知道。有时候问一问，他说，你可以用，我现在是用你的方式来去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你就是潘若迪啊。对，他会知道，他会知道 ，AI 会知道哦。所以你就像你看，我们平常有的手机讲说，今天我看到一只猫好漂亮，我好喜欢的。你发现最近出现的广告一直都是跟猫有关啊，对，它就联动你的手机，收集你的数据了啦。还会算八字抓你的个性。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唐老师怎么办？没有，他真的很准，老师太多了。对，唐老师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 ？AI 这样大家在那边讲那些，对不对？他们也说，我是什么星座的什么的，他就帮你分析。没关系，星座你就听一听嘛。但是我担心的是，有时候八字我试过他算不准，算不准。对他连那个8个字都错。我也不知道错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我真的算过我去花 AI 月老，到现在有智能月老 AI 月老吗？你输入你的生辰八字跟你的身高年龄啊，然后他还要附存折，因为他去检测，他要帮你配对说你是金字塔什么部分的人，你要把存折、余额、存款都跟他讲，所以他会帮你生成钱吗？我真的花钱，没有，我那个是免费的 AI 月老，他大数据推荐你最适合的女生长什么样子，我输入完进去之后，他还真的生成。我跟你讲，他生成一个女孩子给我看，他说这个女孩最近会近期。适合任何人吧？没有，他就真的适合我。适合你，他就说他比较适合我吧？他不适合你，他顾家，他脸型。干你们屁事，你们自己去测一下好不好？他就是适合我。他说他旺夫，可是我就不知道说他出现真的有一个类似的女生出现我的朋友圈之中，引起我的兴趣来了，真的我的生命中就出现这个女孩子了。结果你就捐肝了吗？我不是捐那个是，对不对？你看没有？我跟你说，就捐精。遇到他之后，我就开始事业开始下坡，事业已经不好了，还能再下坡哦。
多，是然后开始你看虚拟货币也倒，然后虚拟货币股票现在都跌，你不是买了很多吗？买很多啊，然后股票也跌，什么都套住了。出现这个女生之后，就是你人生到了最谷底就对了，到最谷底不能再低了。那没关系，我跟你讲，养老院反弹啊，养老院那里有很多翻身的机会。好，我跟你讲，我还去付费，我想那我要去比比看其他家好了，我去付费其他的这个线上月老这个软体 AI 配对软体出现之后，我把这个照片再把它配对进去，我说这个女的到底适不适合我？她还说她的面相跟我的面相搭配起来，她是克夫的。刚刚那个女生，对，那你不用，没关系，给我们就好啊。你们不怕是不是？比较适合了，你们不怕就对了，对，是不是？真的啦，我就发现说，原来付费的还是比较有效果哦。那个女是谁啊？不知道，她就生成的，还是她拿别人的照片？他会生成的啦。我跟你讲，他会很多不同漂亮，他会根据你的社群追踪谁啊，然后跳出一个看你喜欢谁，他就给你谁。他是喜欢谁就跳谁出来。那怎么会准呢？对啊，对不对？应该不会给你一个相貌平平的女生，真的就给我那种那你就没兴趣啦，我就没兴趣了，再继续使用它呢，对不对？对啊，而且你说你现在在演艺圈的，就是谷底，哇，其实还会更低。在舞台还能更低啊？就真的只能去养老院啦，其实还没有到谷底啦，还有更低的。我还在下坡中，我是安慰他啦。你以为现在很惨吗？惨的时候还没到嘞，要有心理准备。所以你现在要开心。我还没抄底就对了，还能更低，还有更低的啦。谢了，地狱不可能只有2-3层而已。对吗？对啊，这在鼓励人吗？到底还有什么事情？股票、性 AI、住套房，真的工作瞎掰，帮倒忙了。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 AI 最可怕，就它真的很让我烧钱。先是4张机票就这样废掉。我跟你讲，前一阵子啊，就是我去前几年开始，我们就在投资理财嘛，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师跟我说，其实可以买。然后我就买着，然后买着，前一阵不是上了265嘛，就是破新高。然后其实我那天要卖掉，我心里就整个说，我就那10几张265就高，就有赚一笔就好，因为我没有打算长期一直在股票里面。可是我做这个动作之前，我想说，那我问一下 GPT 好了，它大数据嘛，我就问他说，今天破265，然后我跟他讲我成本多少，你觉得我该卖吗？他就突然大数据来了，他就说什么法人啊，什么大摩、小摩，什么时候都说。会上300，所以他说，如果他就我给你3个方案：一，如果你急需用钱的话，那你就把你这10几张就卖掉。那你已经不是1嘛，没有到那么急嘛，没有，就是没有那么急。他说2，如果你有周转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先出一半，什么。然后3，如果你长期看好有这个资金想去投的话，那我建议你不要卖，你可以等到300的时候再出。那我就觉得没答应。对，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不卖了，我就这样一等。半年现在215啊，我就很气，我说我265不卖，现在215，然后你知道现在就卡在一个，我到底我如果现在卖我会很不爽，因为我就少了那50块的价差，又少了好几万。但是我现在我就是不卖，也不知道会不会等到300，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放在住套房。奇迹自来啊！股票这种东西，我跟你讲，我上个礼拜录 OK 啦。就是讲股票我亏400万，那集强是不是也在啊？亏400万就是 AI， 就是 AI。我跟你讲啊，我不讲我买哪一支，我只是告诉你说，因为你听他的，你就拼命进，结果你买之后就整个就大跌，因为就一直关税问题的时候就大跌，对不对？对，就大跌，而且跌到你已经就像你就觉得说完了怎么办？你好不容易存的那些私房钱都没了，到现在还在惨绿。然后前2天不是又跌一个500多、600多点，还没起来，就还到现在没起来。我跟你讲，你最膈应的是什么？最膈应是那种房仲业打电话来，潘先生你好，我们是林口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案我们的绿地有40%啊，其实你可以很适合你住在这个地方。对。可是你那个时候，你股票已经跌到已经最底，心里面没有心情了。对。整片绿啊，那边我就其实我不用找这样的地方，我说我现在住的地方绿地有95%，都是绿的。对，他说你是哪个县市？哪个建案啊？对，他就说你在哪一个县市？我说我在股市。他后来就电话再挂了，之后就没有再打来了。对。而且我后来发现，我们的专业好像也不能问 AI， 不能。对，因为有时候我去直播啊，我会把商品拍给 AI，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这个商品应该怎么卖？因为我在想说，他的大数据的 database 应该比我高，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面膜你应该卖什么点，然后这个精华液你应该说什么点。我后来试了好几次直播，我只要跟着 GPT 用它的卖点，我都卖超烂的。然后我用回我以前的老本行，用我自己的专业，觉得应该怎么卖才反而卖得好。对，现在人还是有温度、有灵魂啊，这一点好像 AI 还没有跟上。现在像是我现在请的员工啊，他们就全部很依赖 AI， 给你的东西就是 AI，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没有温度，对不对？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你是
就是你这全都是我。假如出一个反纲好了，你根本没有用心去帮我了解这个人，或者说你没有用心去写出他到底有过什么样的事迹，你就只是问一些知识化的东西，就是一些最近的，然后一些皮毛而已。他们还甚至说，上通告的时候，我没什么故事好讲，对那我 AI 写啦。然后2个人 re 稿他以为一样的，对。上节目的时候，2个人故事一模一样。这种就是现在很可怕，讲的有独特性啊，现在越来越没通告了，真的，对不对？是不是？海产，你是发现自己通告变少？我没有偷 AI， 我是原创。对，我只有那个本来那趴也是我讲的，是你讲的，你先讲去了。怎么在讲掉呢？太旧了，很多故事在网络上都看过。加油啊！好，我会开始原创。没有，我是原创啊。到底你那个肝是真的有捐吗？我真的有捐啊！捐起来是一场闹剧了嘛？他那个是不是 AI 影片？全台最大的骗局。医院那边，我现在第几天了？那跟强的那个刚有，我这个是抠不掉的。证明。歌盲肠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好了，经过这一集，其实我不能说我们对 AI 有成见，我只能说 AI 是工具，辅助你啊，要知道怎么用。对，大家不要因为说时代在进步，不用 AI 好像很落伍，然后就什么都用它。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要相信我们人还是很宝贵，我们人有直觉，我们人有判断，好不好？灵魂，第六感，对啊，必要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真的，对，然后用它来辅助当助理，对，我们要当主人嘛，是的，对啦，不要被 AI 玩弄了，没错，不然通告会越来越少。真的，谢谢大家的分享，感谢，谢谢。